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《吞噬天地》完全版。今天应该是第14期，开始了讨伐孟获的流程。这里也送给了咱们一些武将，并且呢，关锁加入。这3路里边，讨伐南蛮的压力是比较小的。我整理一下队伍，给大家看一下现在的阵容。送的是吕布、曹操、郭嘉，而且他们的武器都非常的好，还有张辽。吕布的智力虽然低，但是南蛮方面没有智力太高的，所以我最后能上场的阵容就是曹操、郭嘉，这2个算是军师，然后中间的张辽、赵云，还有吕布是菜刀。7擒7纵嘛，要打7场战斗，遇到的这些野怪就不打了。因为之前在东吴篇的时候，我为了让徐庶能够出八卦阵，已经练到45级了，这个级别已经不算低了。回一下血，开始打架。和东吴篇比啊，这就太简单了。孟获25000，看一下强度啊，武力224，智力91。这个武力224相当于87左右，还行。这路咱们现在是不会八卦阵的，因为诸葛亮要48级才能学会。之前我也说过，为什么45级徐庶就学会了呢？这个版本就是为了应对东吴篇敌方超高的兵力。昨天有个小伙伴给我留言说，让我1回合秒掉孙权，因为孙权是4万的兵，让我1回合秒掉他。这个账怎么算我都算不出来能秒掉他，知道吗？就是我前4个武将，每回合的输出大概是4、5千。你如果想秒掉他，你需要每个人套背击。套背击还不是每次都能成功，你把这4、5个人的背击补齐了，大概要2到3个回合。而且呢，他还有个前提，他让我使用免击技，免击技也不是100%成功的。如果你第1回合出手免击失败了，那基本上这把要推倒重来。所以说，如果你想补齐所有人的免击的话，至少要3个回合。这3个回合有多少变数？你的免击会不会过期？你的免击第一次能不能使用成功？你会不会被敌人暗杀掉？会不会因为敌方使用计策而损失了兵力？面对这么多的变数，这么多看脸的机会，还想秒掉他，我觉得有一点痴心妄想。已经打完1仗了，你擒了他1次了。南蛮篇的路线也比较简单，就是一条线，中间也会有山洞，但山洞也非常简单，就是你能看出来啊，它是后加到2代的剧情之上的，所以说这里看起来没有什么分支。猛兽好多老虎啊，上去一个滑铲。要打一个寨子，一代神将鄂惠南，看一下，应该看一下的，我觉得。智力60亿，这不对啊，这不对。负责任的说，他智力至少255，对吧？他能扔2发爆弹啊，非常的强悍。孟获的这个兵力也是不正常的，也是汉化版经过修改。原版它应该只有1万多，到这儿。好，他剩下6900了，这样秒不掉咱们了。
其实东吴篇很大一个难点就是，对面的兵力得到加强之后，很大概率可以秒掉你，就出手 A 到你了，你就扑街了，这个是很难的。尤其你像，我记得太史慈那里，他拿着弓，而且36000的兵，哎，你不是秒一个武将，是秒2个，这容错率超级低。而且这个容错不是说你操作不好或者你策略问题，而是运气问题。尤其是你在想使用免击技的套路情况下，你出手一个免击技没成功，那这把就没了。已经抓了他2次了。从前有赵子龙7进7出，这次是诸葛亮7擒7纵。他俩玩这个都怎么说呢？你说7进7出，诸葛亮这边玩捆绑。哦，前方好像有一个城，目录大王。目录大王在场的时候，他会有一个效果，就是有几率让我方的武将平 A 不能出手，就是被吓住了。哇，领着老婆来的，看他老婆，我要看一下他老婆3围啊，209、77、173。209啊，武烈这个有点低了，209大概是81、82。谁打赵云打这么狠？有小伙伴说，为什么不见你用暗杀呀？为什么不用离间啊？为什么不用叛离啊？像那种有几率成功的，我一般是不用的。反正了解我的，之前看过我直播的小伙伴应该知道，我用那种计策的成功率是多少。我就不解释了。反正打字的话呢，是1回合就可以把对面全秒掉了，但实际操作呢不是那个。为了节省时间，发动了总攻，但是吕布扑街了。这里3次了吧？把吕布叫起来，该睡一觉了。就打南蛮很少睡觉。另外，我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要送这些武将。因为呢，这个游戏有一个机制，就是咱们兵分3路的时候，东吴的将领还有南蛮的将领不能马上的回到咱们北伐的队伍当中，而是要等长安的时候才回来。这样你北伐的时候很大一段时间呢，你的武将是，如果你这2路都使用了自己的武将，那另一侧是不大够的。所以呢，他送了一些武将。另外，这个汉化版呢，调整了敌人的兵力，所以说新安排武将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好用的武器和装备。但是实际上我给大家算一笔账，就是如果这个汉化版没有调整难度的话，那是不用就是送武将的，也是能打的。好，给了一个神农护符，加20点防。这个山洞很简单了，我尽量不走冤枉路。你看，直奔宝箱。刚才那里呢有一个分支，一会儿回到分支往左应该就出去了。因为咱们北伐的时候呢，咱们汉中的防御军所有人员都是可以参战的。就内陆你起码有一个张飞，然后内陆出门的时候呢，诸葛亮还有赵云会回来。你想想有这3个货了，那其他的就简单多了。像什么马岱啊、关平啊，这都是可以一战的角色。
而且呢，咱们打完了陇右的3郡，还会收姜维啊，这是也是一个很强的点。孟获，你看孟获的兵力显着很突兀，25000。拿石头砸吧！曹操一个陷阱秒了一半。这里呢，就是你所有的人出手之后掉10%的血。孟获都没了一半兵了，A 我一下还4000多呢，这忒夸张了。是他如果满兵，真的一下秒我人的。好在他智力真的是低，剩一个回血的吧。好，对面主将挂了，那他的掉血的这个 buff 就没有了。下回合可以总攻了。韩吕布1000多。行了，总攻。总攻主要就是为了节省时间。我之前算了一下账，因为这个游戏 2.18 版我录制过一次，大概在18年还是19年更新过一次，那次大概录制了25、6、7，时长加起来一共是14个小时。25、6、7 14个小时。这次录制呢，我就剪掉了很多走冤枉路的地方，而且呢，打架的时候，很多时候也就是总攻解决掉。这样的话，这次给大家录制大概6个半小时，不到7个小时就能完事儿。带来洞主，又是攻城战。好，木楼大王就是有可以把咱们武将震慑住的效果，他那个猛兽技就是一个 buff。咱们武将出手的时候有几率呢被控掉，所以最好先把它解决了。这样下回合呢就不会有人出不了手。果然张辽啊，张辽中了，没出手，有点出息啊，真是。还有大象，总攻了。这跟东吴比啊，南蛮打的真是轻松。我觉得如果再想回到东吴篇的那个难度的话，至少要到鲁城左右了，就是打曹操的时候。几次了？5次了吧？好，这里的对话框没有了，那我要小心一下，这里我恐怕要存个档，然后读个档重进了。就出现 bug 的时候要小心一点。杀毒，这是4万多只老虎。这是一个寨子。遇到武将呢就不打了，不浪费这个时间了。藤甲兵啊，藤甲兵呢怕烧，他是怕火技的。
吕布就只能砍了。这个货你不要指望他使用计谋了，他的智力好像还不如孟获。哦，张辽这一下烧了7000多。平 A 打他们没什么效果，所以这个总攻呢，感觉孟获剩1900，总攻了吧？这个总攻的效果要稍差一点，因为对面呢平 A 的效果稍低。藤甲的话，在南蛮也是能买到的，它的防御力不算低，但是怕火。这个一般给咱们军师级的人物穿还可以，因为对面使火焰的计策的时候不是很多。第一，第二呢，你是一个智将，中这个计的几率也低，所以说穿藤甲还是可以的。但你像吕布这种就不太适合穿。好，升级之后呢，咱们的兵条啊变短了，这个比例上发生了变化。但你要知道，对面永远是满的。已经是云南了吗？你得存个档吧，睡个觉。能扔石头，能扔石头就行。咱们用一回合计，然后呢就可以总攻了。先秒了他一半，这样他这把刀就废了。他老婆能砍1000多，行了，总攻。下回合一总攻就带走了。孟获剩23个人，竟然被他奶了一口。咱们进城的时候呢，你像吕布、郭嘉、张辽、曹操这些人就没了。杀斗机效果消失，好，这里有1万块钱，咱们一出城，送的武将就消失掉了。祝融啊，祝融还可以啊，这个贴图。行了，南蛮篇结束。然后开始防御汉中。诸葛亮回来交差，即刻出师伐魏。这里是汉中军，汉中这里没有送的武将，因为汉中这些人呢是直接参与北伐的。整理了一下，汉中这边黄忠、马超、张飞、法正、关索，你看这个阵容啊，这就已经够北伐的了，对吧？北伐的时候，诸葛亮还会回来，赵云还会回来。曹纯砍下2000多还成啊！他用了个解阵计，我又不是八卦，是个白马而已。马超的智力不是很高，我记得红白机版好像140呢吧，这个版本应该没有那么高。但是这个版本有一点，就是这些武将啊，这个物理攻击
感觉性能上比红白机版要好了一些。总共应该能打下来了。好，这样汉中篇打完，汉中非常短，就1仗。回去之后呢，张飞就永久性的离队了。回来交个差。行了，张飞要在这儿继续防守汉中，然后这些人出师伐魏。那好吧，本期呢时间差不多，先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